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国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讲一个主题，讲外资中国的外资政策，也讲讲这个胁迫下的跨国公司那么正好我们最近新闻比较淡所以大新闻没什么大新闻，我们就平时没有时间讲的这些议题，我们都来讲一下这是平时没有时间讲的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外资政策？中国的外资政策其实，持续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我很少有人去总结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完全总结，因为时间还是有限中国外资政策持续了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让我想讲外资政策的，今天同时发生了3条新闻。第一条新闻，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举行然后是副总理胡春华出席胡春华说，中国政府将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外资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快打造高水平的开放平台，然后拓宽“一带一路”的广度和深度在稳定传统领域和外资合作的同时，大力开辟投资合作新领域、新空间他还说，中国还将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健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继续提高外资服务保障工作质量和规范水平然后打造让外资企业安心发展的营商环境这个话说的非常好听也又广度又深度又层次全方位开放那么当然这是基本上是从前年开始，中国一直在喊这个口号扩大开放扩大开放，这是一个新闻。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发改委开了一个专题记者会，就是讲这个中国的外资政策和投资政策发改委负责投资的他这个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的司长刘晓南，他在记者会上说了也是一个比较清晰的信息。他说，中国会进一步缩减和完善全国和自贸实验区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那么推动重大外资项目的落地实施，完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政策。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这也是讲好话要服务外商，要鼓励外商投资同一天，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指加拿大鹅大家知道，加拿大鹅是羽绒服很有名的羽绒服违反了广告法，罚款什么呢？罚款45万。他说什么呢？他说加拿大鹅的宣传说这个它含有一个叫 Hotirat 的这个羽绒，说这个地方呢优良而且保暖的加拿大羽绒，说这个口号没有事实依据。然后他还说加拿大鹅的大部分商品使用蓬松度比较低的鸭绒所以呢，他就说这个广告宣传没有依据，罚他45万如果仅仅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可能是真的有可能他觉得加拿大鹅是真的违规了，但是后面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这个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情经济日报这个经济日报是北京的经济日报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当天说抓住撒谎的加拿大鹅，他是社论，说这个洋品牌不一定代表高质量，然后外国的羽绒服不一定比中国的暖，说了一番这个话。你一看这个标题，你知道这里面就是恶意这是恶意，这是要整他跟加拿大鹅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是一个。
前两天啊，那么上海处罚了谁呢？益力多啊，益力多说理由是什么？理由是说也是说他的宣传，说宣传不对啊，各种不对啊，说养乐多100毫升的小小一瓶，足足含有100多亿个以上的干酪乳酸菌代甜珠啊，每天一瓶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益生菌。说这句话呢，会使人误以为每天喝一瓶养乐多就可以满足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益生菌，忽略其他品种益生菌的补充啊。罚多少？也是罚45万，两个都罚了45万啊。那么你可以看这3条新闻非常矛盾啊，前面说要扩大开放啊，欢迎大家来中国投资，这一头呢在处罚已经到了中国的外商啊，那么很矛盾。第一个，如果按照他这个标准的话，基本上中国所有的企业都要罚钱啊，基本上是这样。我们经常讲中国的法律法规是什么？全部顶格，天花板那么高啊，那么你们所有人都符合不了啊，只要我想罚你就能罚你，这是中国法律的特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这2家被罚的公司都来自于中国现在最讨厌的2个国家，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日本啊。加拿大那边有这个叫看一下，加拿大鹅这件事情还很有趣啊。当初他开业的时候就碰上什么孟晚舟啊，就碰上孟晚舟，所以他当时开业是推迟过的，推迟过。那么，所以日本就不用说了，中日关系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处于翻脸的状态。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什么呢？这里面有这个民族主义的煽动性。你看《经济日报》这篇文章，一看的标题你就知道，它是有民族主义的煽动性在里头。但是这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就是所谓的经济胁迫。中国把这个在他们在中国的这些跨国企业当做什么呢？当做人质。你跟我关系不好是吧？我就收拾你的企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态。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发展很久啊，这些年才开始啊。但是中国真的需要资金，中国真的需要外资啊。那你可以看啊，去年的3月份，去年的5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发了一个文啊，这个文叫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提出15项稳外贸、稳外资的政策，就是稳住产业链、稳住供应链。这是中国应对这个疫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主要的一个应对政策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中国非常需要稳住外商，稳住外商，稳住外资，稳住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要稳住，外商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你看，中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很任性啊。那么还有一个啊，你可以看到，除了国务院的这个政策之外，其实去年发生的跟外商有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还有个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去年1月1号开始实施啊。那么外商投资法呢，它是由6章42条组成，包括外商投资的促进、保护和管理，取代了以前其实中国一直在修改外商投资的这种保护啊、管理啊各种规定啊，那么现在就把它全部都取消掉，出台一个完整的这个外商投资法啊。那么外商投资法呢，主要是要提高这个透明度啊，法律框架，建立这个法律框架非常的重要。因为有这样的法律框架，你才能够让跨国公司去中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前年的年中啊7月30号实施了什么呢？实施了2个，第一个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啊，这就是所谓的负面清单啊，就是不让干的事情啊。第二个叫鼓励外商投资产业清单啊，这2个都是一正一反，这边是鼓励的，这边是不让干的。那么负面清单修订之后呢，减少了一些限制，然后鼓励类的产业目录呢，就提供优惠政策啊，鼓励外商投资中国关键的产业，比如说制造业，比如说技术产业，包括农业啊。那它的优惠待遇是什么？优惠待遇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一，自用的这个进口设备免关税啊。第二个，对某些鼓励的产业和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按15%的所得税啊，这税务优惠。第三个，土地优惠，如果你的这个投资项目是鼓励的领域的话，按照工业用地按照出让价的70%执行啊，就是地价优惠。那么商务部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是，今年1到7月份，中国吸收外资1000亿啊，那么这比去年同期涨了30%，比2019年增长了26%啊。然后其中呢是服务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80%是服务业，包括什么批发零售啊、科研啊、技术服务啊、信息产业啊等等啊。那么这个数据真实吗？我觉得有一半是假的。为什么？有2个地方造假。第一个地方地方政府造假，因为他没办法核实啊，所以地方政府使劲乱报啊，报这个数据啊。那么这是一个地方政府会造假，另外还有什么外商造假，其实就是很多外商是中国的国企或者是内商跑到外面转了一圈又注册一家公司又回来了啊，基本上很多是这样，大部分是这样。现在的这个外商投资，大部分就是我们叫假洋鬼子加数据造假啊。那么中国的外资政策，你回顾一下，我们大体上回顾一下啊。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干什么？第一阶段中国一穷二白，啥都没有。那么中国的外资战略、外资政策是什么？叫市场换技术。你来啊，到我这里来，我把市场给你，你可以进中国市场，但是你要把技术留下，就是叫市场换技术，这是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很重要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中国制造业起来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市场换技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进口替代，中国原来制造业不发达，很多东西要进口，那怎么办？鼓励大家自己做。那么有外商跑到中国来啊，你生产的东西可以替代，叫进口替代啊，替代进口产品，我给你优惠，那我就不用用外汇去买进口产品啊，所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非常重要的2个政策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政策，就是吸收直接投资，就是你要到我这来盖厂子啊。所以呢，这个阶段呢，中国只有一种外商，叫什么？叫厂商啊。这厂商来自哪里呢？来自香港，来自台湾，来自韩国，来自日本啊。那么主要是这4个国家。这4个国家为什么跑到中国去开厂？因为他们产业升级，他们的成本上升，他们成本上升的话，他们制造业，特别是制造业，如果成本上升，他去出口没有竞争力，那怎么办？他把厂子从从日本或者从韩国或者从香港搬到中国去，中国土地便宜，劳动力便宜，什么都便宜，那就在这里干。所以他们这就形成了什么？形成了产业聚集。改革开放初期最重要的就是产业聚集。
好了，到了后来，进入90年代，中国一想不行，我得加入世贸组织，加入整个全球经济循环当中。当时8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在推动一件非常重要的改变，是什么改变？就是美国自己要产业升级。美国产业升级，他不想干制造业，他制造业打不过日本，日本制造业太强大，没办法，那怎么办？他产业升级，他产业升级的前提是什么？他得把制造业甩出去，但是他甩出去制造业，他得有稳定的供应链，他就推动一个基本的就是全球经济的改革，叫经济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就是让全世界进行产业分工啊。你说你优势，你这个方面有优势，好，你专做这个；你这个方面有优势，你专做这个。全世界进行分工合作，就80年代到90年代推动一个这样的全球性的变化，他就正好把它制造业给甩出去，他发展什么高科技。于是呢，中国一看，哟，这是我的机会，我的机会来了，中国就要加入，这就有一个组织叫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向世界贸易组织过渡，中国开始说我要加入，那美国说你不是市场经济啊，你不是市场经济，你没有资格加入。中国说我改还不行吗？他就要改，这就是改革。那个时候的口号叫什么？和世界接轨。那么最后，美国决定让你加入，就让中国加。中国就是因为加入了世贸，它就进入了这个经济循环。这个经济循环不得了，中国就变成了第2大经济体。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加入这个经济循环，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但是你要开放市场。这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它就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就来了中国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外商，这个外商叫什么？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他们跑到中国去开公司、开商场、开这些各种事务所，就是我们叫服务业。这种跨国公司呢，它跟厂商不一样，厂商是帮中国挣外国的钱，挣外汇。跨国公司呢是跑到中国来做中国的市场，挣中国的钱，把中国的钱汇出去，这是2个不同方向的啊。所以在中国就有2种外商，一种叫厂商，一种叫跨国公司。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就利用中国市场作为它的对外政策的一个筹码。这个时候开始，那么中国的态度是什么？中国的态度基本上是，他对厂商的态度和对跨国公司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厂商的态度是全力以赴的拉拢，来吧，你们都来吧，到我这里来。所以地方政府，你看，基本上你在2000年之前，地方政府的任务只有一个，招商引资，都在招商引资，不断的招商引资。地方政府的政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绩就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的规模啊，这个很重要，这是厂商。对待跨国公司叫什么？叫又打又拉啊，所以基本上他是用一个2手的态度对待厂商，对待外商。那么中国对外商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2008年啊，2008年2008年大家知道发生金融危机啊，金融危机那个时候中国就其实到2008年的下半年的数据出来，那当时把这个温家宝吓得够呛，数据出来手都发抖，全跌，从投资到出口到全部都跌，怎么办？赶紧开会，到了11月5号啊，叫国务院常务会议最后拍板，
4万亿做4万亿的投资那么叫财政货币政策，叫稳定经济的系列财政货币政策10大类稳住经济然后11月9号公布我记得很清楚，11月9号晚上公布的，哒哒哒哒那稿子出来。2008年的这个4万亿出来之后，中国就扛住了。中国认为自己扛住了啥我就变成全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08年的4万亿之后，中国开始改变了对他自己的看法看法就是到了2009年的年底，实际上到了2010年，中国那个数据出来一看，不得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这个时候，中国就重新自我定位了你看第一个，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叫世界工厂。第三个，中国是第1大人口大国第1人口大国。第三个是中国市场是新兴市场中最大的市场所以呢，中国开始重新评估自己，心态就开始发生变化。你看，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心态就不一样。你看中国媒体讲话的那口吻都不一样，就是他态度不同了，开始不同了。但是真正不同是什么？从这个习近平开始。习近平这个过去5年那就膨胀了，那就已经膨胀了。然后中国开始改变什么呢？改变对外商的态度先说厂商厂商的态度先变，厂商的态度变化最大的其实是在这个10年前在10年10年应该是在12年到15年之间变化最大12年到15年，这个时候习近平上台。习近平上台抓了一件事情，抓什么事情？抓环保。抓环保呢，实际上对外商的态度就开始改变因为很多制造业嘛，人口密集型看不上，那个时候就开始看不上这些外资一个是劳动力密集型，一个是有污染，还有个什么呢？还有当时中国双顺差。双顺差呢，那么对外汇的双顺差就是资本项目顺差，然后这个贸易项目顺差，两个都顺差。它两个都顺差呢，变成人民币一直在走高，人民币一直在走高，因为双顺差。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出口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下降出口在下降那么这几个条件重叠在一起，中国对厂商的态度就不一样不一样。开始有些地方就赶什么呢？赶污染性的企业甚至有些地方甚至就是说我要腾笼换鸟。那个鸟是谁？鸟通常讲的就是外商，就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商。你比如说像东莞非常典型，东莞原来是制造业的重镇，然后就新的领导上来就开始，我们要腾笼换鸟就把这些污染性的企业往外赶。你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像那个中山这些佛山什么最厉害？佛山陶瓷最厉害，陶瓷做那个陶瓷板、地砖，那是全世界最集中的产业集群。开始赶掉了多少？佛山陶瓷陶瓷行业大概赶掉了将近2/3赶走，这腾笼换鸟，然后要这个产业升级，要求上新的生产线，要求环保等等，就开始。所以你可以看今天中国经济的现状，不是一天发生的，它是个持续的过程这是一个对厂商就
没那么友好了，就是开始就挑剔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开始升级嘛。现在很多地方升级，我那天网友说升级什么概念啊？他们说产业升级就是把你原来破破烂烂的厂房不能用了，拆掉，他那里盖的楼房盖好了楼房，你得搬到楼房去，不过租金上升，租金加啊，这是他们的产业升级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跨国公司，对跨国公司的态度就当然，那就觉得哎呀，我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新兴市场啊，那你到我这里来，在我手里讨口饭吃，那你得好好的伺候我。这个跨国公司，但是对跨国公司的态度没那么恶劣，原因是因为跨国公司都很大，那么你要是动它的话，影响很大影响很大，那你以后怎么再来往，怎么说服别人？所以跨国公司都大企业，大企业呢还客气一点，但真正改变的是什么？真正改变的就是中美之间的交往，中美之间的这个恶化，让什么撕破脸撕破脸。那么中国开始利用这个跨国公司向对方施加压力，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就是跨国公司就变成什么？变成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什么磨心，就拿它来磨心，磨给你看。我们举个例子韩国，韩国是个非常典型的我们叫经济胁迫的受害者2016年，韩国和美国磋商那个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那么7月8号宣布落实这件事情呢，中国就向韩国施加压力，韩国没有办法，对韩国来说，韩国的安全握在美国手里。美国说我要部署萨德，你说韩国能拒绝吗？他想拒绝，他拒绝不了。你说美国一翻脸，我把美军撤走，那朝鲜不就打过来？所以对韩国来说，他其实没有选择，他怎么找中国解释也没有用。中国说你安排萨德在我们家门口，什么情况你这个萨德覆盖半径，直接就整个北京都在萨德范围之内。你想这个什么？这个不好，这对我是非常有恶意，所以呢就开始报复韩国。报复韩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韩国的演艺界，当时韩国的电影韩国的艺员在中国发展的非常好，因为韩国的那些偶像派那些符合中国的胃口，特别是中国北方的胃口，年轻人的胃口，所以韩国的这些明星在中国发展很好，开始打压他，不让韩国电影不让韩国的来。不让韩国的电视剧来，当时韩剧多火在中国，直接灭韩剧、韩国的电影，还有韩国的流行音乐等等，还有韩国的综艺节目都停，全部都停。那对韩国来说真的很伤。原来韩国人没想到会出这一出，那打的真是措手不及。那原来韩国投资者那真的是这个豪情万状你想想看，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韩剧在中国横扫不得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对付谁？对付乐天。为什么？乐天有块地，高尔夫球场，乐天拿出来说就给这个部署萨德系统嘛，直接就把乐天的那个店给关了，就是天猫店给关了。然后在各地对乐天的这个超市就折腾他，就对付他，各种检查、罚款，各种就没完2018年，乐天宣布乐天超市退出中国市场。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就是说，韩国这次是中国利用这个跨国企业对对方进行经济胁迫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韩国没有回旋余地，
就是说韩国想跪下，但是他跪下没用，为什么？因为萨德还太的部署这个问题，他是没有退路，他没有回旋余地，所以他把韩国折腾了一通之后，该咋样还怎样，萨德还是部署，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就是新疆棉啊，新疆棉大家都还记得，这个3月24号就开始引发新疆棉，就是关于美国开始制裁新疆棉花，美国制裁新疆棉制品，然后呢，这个 H&M 还有其他的几家公司，包括什么呢？包括那个什么，包括阿迪，包括无印良品、Zara、宜家，Hugo Boss，等等，都其实都发表了同样的声明，就是我没有用新疆棉花，因为这些跨国品牌，它不仅仅有中国市场，它全世界都有市场。美国要制裁的话，他得首先考虑我得东西在美国卖怎么办？那他就讲我没有新疆棉花，没有新疆棉花这件事情就被中国翻出来算账。中国算账也不是全算账，你想一下啊，就包括 Nike，包括阿迪都表态，他只打谁？他重点打什么 ？H&M， 重点打 H&M， 为什么？中国跟瑞典关系不好，为什么不好？之前记得吗？之前有一个这个中国驻瑞典大使也是在翻脸，所以搞了一大通，其实主要针对谁呢？主要针对 H&M， 还是胁迫性经济胁迫，他不敢，他其实没怎么动这个 Nike 啊。Nike 为什么不敢动？你想一下，Nike，你看看中国的这个叫什么国家体委，就现在叫体育总局，体育总局跟这个 Nike 的关系是什么情况？Nike 赞助了多少？Nike 跟阿迪达斯赞助了多少中国的球队啊、运动队啊、运动员？他能得罪他？那最大的金主得罪不起。所以其实中国政府收拾这些跨国品牌，他也看两件事。第一个，公司大不大？公司越大，哎，手上就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国家强不强？美国不大敢动啊，基本上是这样啊。然后就是什么然后就是你看最新的例子是什么？最新的例子是大连日本风情节，但是其实日本风情节这事儿不靠谱在哪？其实这个开发商不是日资企业，他开发商是什么？本地的开发商，收拾他自己人啊。大体上就这样，你可以看到中国对待外资或者中国对待外商非常清晰啊。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就是说，需要你的时候，好话说尽；等你来了以后，关门打狗，就这两条。就对厂商来说，那多少厂商跑到中国去吃尽了苦头啊！这种事情故事就多了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有大量的厂商在中国挣到了钱。为什么？利用中国的基础设施，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利用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做出口。一方面挣到了钱，另外一方面帮助中国变成什么？世界工厂。中国有今天，靠两样东西。第一个靠什么？中国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的996，那就吃苦。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吃苦最多的人民，但是吃苦这么多也没办法得到理想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有中共。所以之前，有人问我，问这个金融风险是什么？经济风险是什么？我说中国的金融风险也好，经济风险最大的金融风险跟经济风险就是中国政府，没有别人。这是第一个，就是中国人民真吃苦。这过去40年来，
吃多少苦，你去看看工厂你就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工厂，工厂真的是你去看一些工厂那些工人做工作你就知道什么情况。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外商。外商无论是厂商还是跨国公司，没有这个外商，中国不可能有今天。但是共产党忘恩负义啊，这就忘恩负义，就共产党啊，这些人都帮了中国。你特别是想，特别是谁？特别是港商，港商最早去中国市场，去在中国开厂就是港商。你看看现在共产党怎么对付香港人啊？香港人为中国捐钱捐物，当年的百万逃港，中国的老百姓从深圳河游水游到香港去100万人啊。然后文革期间，那个时候60年代初，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大饥荒时代，香港人往内地寄什么？寄糖，寄各种东西啊，救这些内地的这亲戚朋友啊。改革开放就是初始动力，改革开放的初始动力谁推出去的？香港商人、港商推出去的。忘恩负义，共产党。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我是这么想，就是因为最近呢新闻真的比较少啊，新闻比较少呢，我就会利用这个时间，我去讲一些平时不会讲的，就是一些跟经济啊、跟社会发展有关系的一些这种议题。这种议题呢，我们正好趁着这个时间来总结一下。我也想这个跟大家提一个建议啊，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的，你也可以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啊，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下，正好这段时间有时间啊，有时间有空间，好吗？啊，OK，明谢 Stephen 徐，谢谢。明天就是教师节，王老师是大家的良师益友，祝您教师节日快乐啊！谢谢啊。这是对我的最高荣誉，谢谢啊。情绪，所以中国没有资格指责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国也是需要的时候让外资进来，自己目的达到了，毫不犹豫的把人家踢出去，有什么资格说别人？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国外很多人说中国小肚鸡肠，一点都不像大国。哎，我不知道你在指什么呀？指责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有什么对外政策被中国指责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能跟我告诉我一下吗？美国的对外政策怎么被指责了？啊？观点：美日欧企业过去40年为中国培养了无数工程师和管理人才，也最遵守中国法律，最有契约精神，包括对供应商、客户、员工都是一样。无数中资企业成长是靠外企培养的人才，和外企做生意，直到今天，中兴通讯被罚，中兴内部员工都感谢美国，因为美国派的工作人员大大改善了中兴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效率。就是这样，绝对是这样，没有这些外资企业，没有中国的今天。观点：最近特斯拉上海工厂的产能和出口都创新高，遥想几年前，特斯拉因为产能爬升，屡遭重创，濒临破产边缘。其转折点就是上海特斯拉工厂的开工。外资企业和中国人之间是各有所长，各取所需，互相合作是互利的。但中间横插了一个中国政府，他们不好好干本职工作，维护好营商环境，而是疯狂地吸取中国社会资源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回应早上议题，中国政府才是中美问题的核心，他们是现代文明的敌人，把他们跟中国人民区分开是最重要的政策。很有见地，非常有见地，美国政府应该听这个话。提问：国内制定政策降低排放，这个对中美气候谈判有什么影响？当然有影响。
中国减排不是自己想起来的啊，中国的减排政策是因应对美关系啊，中国的所有的进步，中国啊，以前我不知道啊，现在我至少讲中共建政到现在，中共所有的中国发生的所有的进步，都来自外部压力。你可以慢慢的一样一样看，你就知道。提问一：加拿大国土奇大，人口只有4000万，那么稀少，疫情期间竟然毫无头绪，房价疯涨，是否因与北京外交不和，意外成为中国灰色套汇资金逃难的目的地，还是受到香港逃跑资金的冲击？二，这是否会是后来世界各国不约而同挺台，围堵北京的原因之一？寄予从中国撤退或者潜逃的资金，补贴疫情急动萎缩的经济。加拿大的房屋疯涨，那美国房屋疯涨了，美国房屋也疯涨，为什么？很简单啊，加拿大也是大水漫灌啊，美国在大水漫灌，加拿大也在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利率超低，所有人都在买房子，所以房价涨啊。中国灰色中国资金外逃没那么大规模，我都说2018年开始，中国这个外汇管制史上最严格的外汇管制，它能不能控制资金外流？不能，但是它有条件去控制外流的速度，就是说你原来一个电话1000万出去了，你现在不行，做不到。你一个电话打过去，哎，已经被抓了，那个地下钱庄的老板给一个电话打过去，公安局接的电话，现在情况大概是这样。所以，但是你钱是不是出不去？不是的，钱还能出去，可能你得分半年，用半年时间或者用3个月的时间把这1000万搞出去。原来是一个电话就搞定，就不一样。所以中国的资金外流有没有那么严重？中国资金外流的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它短时间之内没有那么大的量，它会慢慢的走，因为外汇管制很严格。所以呢，这点钱能不能把加拿大的房子给炒疯，把美国房子炒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也有钱进，但是我觉得不是主要的。加拿大、美国的钱房价涨，我相信其他国家房价也在涨，原因是因为货币供应的问题啊。那么其他国家挺台，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啊！不要把全世界都想的跟你一样才行。观点：自从中国加入 WTO 之后，让他自己几十年激烈内斗导致的奄奄一息的状况起死回生。40年的改开，利用世界资源壮大之后，就大踏步的攻击掠夺世界其他国家。开弓没有回头箭，野心一旦膨胀，野蛮掠夺扩张的步伐就会更加激进。结果只有一个，在攻击普世价值的激进驱动下，要么自我瓦解，要么像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一样被自由世界反击而毁灭。OK， 承你吉言啊。观点：92年，我跟日商叫皮台商股的汽车音响进入东莞，那时中国除了农民工、土地什么都没有，不就是外商带来的资金技术，将中国一穷二白拉上第2大经济体。现在船过水无痕，完全不知感恩，感恩就不要了，感恩就不用了，大家各取所需。但是你不能够过河拆桥嘛，感恩不必，我说感恩不必，但是不能过河拆桥，真的不能过河拆桥。情绪刚从健身房回来的路上，看到有2个辅警拦下一个没有戴头盔的大叔，直接掏出2维码让他付款，我都看呆了，这是
这是有多不要脸和缺钱，丝毫不惧外人异样的眼光。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个社会变化快。情况，温哥华房子没疯涨，150万的房子涨15万，还叫疯涨，只不过是通胀而已啊。涨了一点吧，美国的房价也涨了一点，加拿大的房子也涨了一点，在这样的货币情况下，涨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了啊。情况，大陆新闻和微信现在很多关于中缅边境的反诈骗报道，让他们回国自首，甚至搞连坐，说不回国自首会祸及他们的妻儿，又在边境修墙，据说是为了反偷渡出国务工。总之，种种蹊跷。今日听说中缅边境活跃了一支 V 字旅，该武装是以反共作为他们的宗旨，以解放军和境内军警、政府为打击目标，以游击战、突袭、骚扰战作为活动方式，行使暴政下民众有起义的自由，且在边境有壮大的趋势。请王老师做个专题说说 V 字旅吧，我很想了解。我比你还想了解，但是我不了解。我不是坐在这里就知道的，但是我是第一次听说，我了解一下啊，我去了解一下。你说的这个让那些境外主要是什么？主要是电讯诈骗啊，让他们回国自首。这个不是现在了，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之前瑞丽不是爆发了几次嘛？封城都封了3个月，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自首这件事情啊。情况，我们厂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8点到晚上9点半，净工作时间11个小时，双休日早上8点到晚上5点半。这个月因为不满工作时间长，加班没有法定加班费，就没法去加班，被告知明天不用来了。现在处于失业状态，本来想去领就业失业金，一查要社保交满1年才能申请。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去工厂，你要是发现你没得加班，这工厂也快倒闭了啊！你要不加班，你就光拿那个工资上班上够8个小时，不用加班，你工资非常低啊，基本上养不活自己一家人。观点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外企来投资是为了自己挣钱，可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比如台资企业剥削工人很严重，各取所需而已，无分善恶。嗯，如果这么说呢，其实也不对啊。为什么？你想一下，所有的政府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的政府都要找投资者来投资。对投资者来说，资金永远是稀缺资源啊，所以企业当然要赚钱，企业不挣钱，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那么你说剥削工人很严重啊，台资企业哪止台资企业，国企不剥削吗？中国政府还剥削你呢，那你怎么说？所以你拿这个来说事儿，嗯，不公道吧？啊。提问：目前疫情和中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各国放水，中国物价上涨，会导致下一波全球的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其实已经发生了啊，就是说，你看美国的通货膨胀是蛮高的啊，然后你可以看美联储是准备要退出，逐步的减少买债了啊，逐步减少买债，这就是对付通货膨胀的一个措施。那么中国物价上涨，中国没有物价上涨，中国 CPI 只有0.1%，所以0.8%啊，所以中国没有物价上涨。如果刨掉翘尾因素是0.6%啊，所以情况加情绪啊。感恩王老师，年初在第一个相关政策贷款限额的时候就开始卖房，土地开放新闻出来，当天狠心甩卖清仓了。昨天看录播，这么多朋友现在才反应过来，在这里的优势就是有王老师这样的专家告诉我们的消息比别人早，比别人多啊，谢谢你的肯定啊。
提问：中国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政治环境和经商环境有很大的区别。那么现在的情况下，是不是外商还是会选择中国南方来投资？也不一定，看你什么行业啊。那么有些行业，你到底是厂商还是跨国企业？你是在做制造业出口，还是准备在做国内市场？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么，市场竞争度低的地方呢，它回报率比较高，比较低啊。那么市场回报率比较高的地方呢，它竞争度也比较高。所以不一定看什么类型啊，不可一概而论啊。建议王先生可以开个苹果付费播客，只要 App Store 切换美区 ID 就可以免费翻墙听音频、音视频。呃是的，可以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是想聚焦 YouTube 啊，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我们有 Patreon 呢，其实就可以用 Patreon 来不用翻墙听音频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差不多。所以我还是鼓励网友，如果翻墙没那么方便的话，可以订阅我们的 Patreon。如果这个苹果的这个付费播客，我在考虑这个事情，也在想啊，是不是需要做啊？明谢奥斯汀高，谢谢王老师好。最近红色赌盘很火，对温家宝的财富写得很详细，你觉得是会拿温来为习的统治祭旗吗？还是敲打一下而已？这件事情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讲过，你可以去听一下啊，就是关于温家宝的问题。那个节目是讲习近平的啊，你去搜一下啊，我看看是哪个啊，看看是哪一个。9月7号星期二啊9月7号的中共第3个历史决议和习近平的连任里面讲到这本书啊，所以你去看一下那个节目，好吧？OK，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